中美刚谈好，能用来这一出。贝兹老实交代，你小子靠这一招出尔反尔，今年炒起稀土了，怪不得都说你和特朗普是臭味相投，合着你们上台就是为了赚钱方便。前一段时间，特朗普的小儿子进军加密货币市场，第一次出手就赚了2.8亿。有网友不禁感慨：我有个总统爹，我也行。对于这两人来说，招式不在老，有用就行。就这样的信用分，我看他们在中国连充电宝都借不了。不过这也反映了一些问题。贝子怕了，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咱们得品品他这话是怎么说的。贝森特的原话核心是：如果中国继续阻止稀土出口，我们就要加关税。大家听出味儿来了吗？这是个如果句式，是带前提条件的，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他抢先划出一条线，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我们先打出稀土这张牌。这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小孩生怕待会儿要挨揍，赶紧先大声嚷嚷：你别动我啊！你动我，我就哭给你看。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性威胁，主动嚷嚷得很大声，恰恰是因为心里先慌了，想靠虚张声势来吓阻对方，给自己壮胆，也试图抢占一个话语上的制高点。这说明啥？说明稀土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深深扎在美国战略决策层的心里，成了他们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他们为什么这么怕稀土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稀土就是现代工业的维生素，看着用量不一定最大，但缺了它，很多高大上的产业立马就得营养不良。从咱们手里的智能手机，路上的电动汽车，到美军的 F-35战机精确制导导弹，每个都离不开它。关键点在于全球稀土产业链，尤其是最核心技术含量最高的精炼和提纯环节，几乎被中国牢牢掌握，份额超过 90%。这意味着，就算美国自己家里有矿，挖出来容易，但想把它变成能用的高端材料，短时间内根本绕不开中国这种深度依赖，让美国的高科技和国防产业非常脆弱。一旦供应链出问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贝森特这话表面是威胁我们，深层是暴露了他们最致命的战略软肋。他们太想消除这个弱点了。可能有人会说，美国那么厉害，自己搞不就完了？他们确实在努力投钱，给政策想重建自己的稀土供应链，但现实很无感，至少面临3座大山：一是技术门槛，稀土分离、提纯是又复杂又脏累的活儿，我们积累了几十年才做到这个水平。他们想追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二是环保和成本，这行业污染大，美国环保标准高，人力成本也贵，自己生产价格吓死人，企业吃不消。三是时间专家估计没个5年10年，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完整产业链，自己搞不定，拉着盟友一起干吧，也是问题一堆，进展缓慢。这种想独立却一时半会儿独立不了的尴尬处境，加深了他们的焦虑，导致他们在对我们时态度就显得特别矛盾和精神分裂。你再看贝森特其他的表态，就更精神分裂了。他一边挥舞关税大棒吓唬人，另一边又赶紧说，我们不想脱钩，希望中国成为可靠伙伴。这不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吗？既想吃掉中国发展的红利，又受不了中国实力增长带来的挑战。这种矛盾心态让他们的政策看起来反复无常，前后打架。其实2018年贸易战的教训就在眼前，加征的关税大部分成本最后都转嫁到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头上，推高了他们的通胀。现在又想把这部伤敌800自损1000的老剧本拿出来重拍，恰恰说明他们手里能真正打疼我们的有效牌是越来越少了，内心的焦虑感是在加剧的。所以这种基于恐惧的威胁效果注定有限，逻辑上就很搞笑。你用加关税来威胁一个你极度依赖的供应商，这只会让你自己买货的成本更贵，不是自己坑自己吗？更何况咱们中方手里难道只有稀土这一张牌吗？远远不止啊，朋友们。比如原料、药，还有很多关键领域，我们都有相当的底气。咱们外交部回应的多淡定，对话合作才是正道，威胁施压没用，这充分展现了我们的战略定力和自信。除此之外，贝森特也无疑展露了美国当下的一些状况。细究之下，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只把美国这72小时的变脸看成是政府内部混乱、决策打脸，那可能就太小看这帮职业政客了。在我看来，这出戏压根就不是什么外交事故，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双簧，一边是演给国内观众看的政治秀，另一边则是玩给国际社会看的谈判心理战。首先，咱们来拆解这场国内表演。贝森特财长这番话，你以为他主要说给谁听？是说给咱们中国人听的吗？不，我认为他第一个喊话的对象是坐在福克斯新闻前面的美国国内观众，核心目的就一个：挽回颜面，进行政治止损。想想看，前一阵子在涉及重额的关键议题上，特朗普团队并没占到什么便宜，甚至有点被动。在美国国内那种凡事必须展现强硬的政治氛围里，这面子上挂不住啊。
怎么办呢？赶紧找个机会，在另一个重要议题上摆出最强硬的姿态，大声告诉自己的选民，看我们没怂，一切尽在掌握。这种操作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补偿心理，这边丢了分，就得赶紧在另一边吼两嗓子，把场子找回来。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表态常常很分裂。特朗普可能刚说完合作对中美都好，他手下的财长转头就挥起关税大棒，这不叫精神错乱，这叫精准投放。好话说给温和派听，狠话放给强硬派看，试图两边都不得罪，但这恰恰暴露了其战略内部的深刻矛盾和不自信。其次，这更是一招深谙算计的谈判艺术。在谈判桌上有一种经典的套路，叫做签完协议后的第一次出击。什么意思？就是当双方好不容易达成一个初步共识，对方可能觉得可以松口气的时候，立刻再施加一点压力，目的就是试探你的底线到底有多牢固，防止你因为谈妥了就放松警惕，甚至想趁机再多捞一点好处。贝森特明确说，我们手里有关税这个武器，这就是在明目张胆地告诉咱们，休战只是暂时的，子弹我已经顶上膛了，你们别高兴太早。他想给中方制造一种持续的心理压力，让我们在后续的执行和谈判中始终觉得有把剑悬在头上。而且美国玩的是组合拳，这边财长放话加关税，那边可能就有盟友配合，在半导体投资等其他领域搞点小动作。这种多战线施压，就是想让我们手忙脚乱，疲于应付。再者，这其实是美国胡萝卜加大棒传统策略的一次现代演绎。但是朋友们，这种策略真的还那么管用吗？我看未必，它的局限性现在越来越明显。第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太严重，今天说的话，明天可能就被自己人推翻政策，变来变去，其信誉和可靠性在国际上已经大打折扣。第二，他的盟友也不全是乖乖跟班，除了少数几个铁杆，大多数国家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不愿意完全跟着美国指挥棒走，去硬扛中国。第三，美国自己的企业界首先就不干，大量企业在中国市场有巨大利益，新一轮关税意味着成本再次增加，他们反对的声音非常大。所以我们看我方的回应就特别有意思，充满了战略定力。该慌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毕竟咱们中国的底牌远远不止一张稀土牌，咱们手里握着的是一副叫体系优势的王仗。当美方还在为稀土这一张牌焦虑不已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完全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早已不是一个靠单一资源或产品取胜的对手，而是一个拥有全产业链、超大市场和战略纵深的巨人。第一，咱们的硬实力是资源锁喉的组合拳，稀土确实厉害，是工业维生素。但朋友们，咱们家的宝贝可多了去了，比如钨这玩意儿是造穿甲弹和硬质合金的核心，全球超过60%的储量，在咱们这还有 T， 是导弹制导系统和阻燃剂的关键，咱们供应了全球80%，更别提石墨了，尤其是电池级石墨，那是新能源车的命脉，咱们产量占全球70%。所以大家看到个很有趣的现象了吗？美国之前加征关税，却小心翼翼地把石墨、稀土这些从清单里拿掉了。为啥？因为他们心里门清，这些玩意儿短时间内根本离不开中国。这已经不是怕咱们卡脖子了，是怕咱们锁命门。而且咱们的优势不只是地下有矿，更是手里有技术，比如稀土分离、提纯，咱们的成本能比美国低2/3。这还怎么玩？再加上稀土管理条例这类规则，直接把一些核心技术锁死，这就建立了强大的技术壁垒。第二，也是最具颠覆性的，是咱们在新能源和完整工业体系上的降维打击。从太阳能光伏板全球80%份额，到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超60%份额，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制造大国，更是在定义未来的能源标准和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公布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意味着从一颗螺丝钉到一架大飞机，从玩具车到航空母舰，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体系内形成闭环。这种完备的工业生态是任何国家在短期内都无法复制和替代的巨大优势。第四，所有这些硬实力的背后是咱们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定力。为什么咱们外交部能那么淡定地说对话合作是正途，施压无效？底气就来自于此。中国有14亿多人的巨大消费市场，这个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战略武器，它吸引着全球的企业，从大众汽车到巴西大豆商，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离开了中国市场，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市场的引力让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让试图孤立我们的图谋难以实现。我们还可以通过激发内需来抵御外部的风浪。所以特朗普如果还以为对付了稀土就能高枕无忧，那想法就太简单了。我们手握资源、技术、市场这3重护城河，既能精准打击，也能持久周旋。
说到底，美国面对已经不是一张可以算计的名牌，而是一盘融入了东方智慧和雄厚实力的立体棋局。所以，贝子不要再虚张声势了，认清现实吧。